如果中国的这个型号可以载人，用吸气式的发动机推进，用某种技术解决了高速投射物体的问题，那么混乱就面临着刚立项就落后的尴尬局面，这是美国方面很难接受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节目的内容是说一说美国宣布研制高超音速的攻击机。美国人呢一直嚷嚷说中国的高超音速的技术如何的先进要把美国甩到后面了。真的是这样吗？当然没这么回事。这是美国为了给自己的高超音速计划争取经费而有意制造的舆论，特别是那些技术难度很大、周期很长、费用很高的项目，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套路。最近呢，美国媒体披露，美国空军一直在持续研制一种大型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名字叫做混乱。这个混乱呢，并不是导弹，而是一种有人驾驶的攻击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如果研制成功，美国就会在高超音速领域里面再一次拉开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差距，把中国和俄罗斯都甩在后面。一种飞行器是不是有人驾驶，区别是很大的。载人飞行器必须设法保证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还要有一定的舒适度。无人飞行器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载人飞行器飞出去肯定要飞回来，无人飞行器不行就可以放弃。特别是导弹，它本身就是一次性使用的。载人飞行器如果飞不回来了，就要考虑成员跳伞逃生的问题。而且载人飞行器需要考虑比较长的使用寿命，无人飞行器在这方面呢就要求就不高。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公开亮相的真正的高超音速的载人飞机，也就只有美国的 X-15这一款。但是如果美军真的拥有这么一种可以投入使用的飞机，那肯定会对它的军事侦察和打击能力带来巨大的提升呢。那道理很简单呢，高超音速导弹是没有办法拦截的，因为它不但飞行速度快，而且有机动变轨的能力，现在的防空反导系统根本就抓不住它。高超音速飞机肯定也有同样的优越性能，只要美军拥有这种装备，那么俄罗斯的 S-400或者是 S-500都拿它没办法。美军可以随心所欲的侦察，甚至是攻击地面目标。美军上一次拥有这种绝对优势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当时美军出动的 SR-71黑鸟侦察机，对北越军队进行战场战术侦察。这个黑鸟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倍的音速，所以北越当时从苏联引进的 S-75防空导弹，以及从中国引进的红2防空导弹，都对它毫无办法。后来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拦截3倍音速的目标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美军的黑鸟就只好退役。如果进一步提高飞行速度，达到5倍音速以上，那么黑鸟曾经带给美国空军的优势又能回来了。所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非正式场合把目前正在研制的混乱机型也叫做 SR-72， 表明它是黑鸟的后继型号。混乱的研制时间呢，洛马公司最早承认是在2013年。从那以后，这个型号的正式项目名称一直是消耗性高超音速多任务吸气演示器这么个词儿，听起来很晦涩。但是懂得美军装备研发文化的人就可以解读出几个亮点来消耗性就是不考虑回收，用一次就扔；多任务说明它不仅仅是侦察机，还能干别的；吸气说明它不是用火箭发动机推进的，而是航空喷气发动机；演示器就说明它不是正式的武器型号，是技术或理论探索用的验证机。到了2021年12月14号，也就是前几天吧，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公开了一份合同文本， SR-72的名字已经正式变成了高超音速多任务 ISR 和打击。演示器的名字不见了，说明技术已经突破，可以研制正式的武器型号了。多任务也有了解释，也是除了情侦监 ISR， 也就是情报侦察和监视，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这就是一架高超音速的侦察攻击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对中国前段时间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试验那么紧张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中国的这个型号用火箭发射，绕地球飞行了不到1圈之后，在南海上空扔下了一个模拟导弹，然后返回地面。
这基本上就是混乱想要干的事情，结果被中国的科研部门抢先了，所以美国当然着急了。中国的科研单位事后宣布，自己搞的不是什么军事型号，而是一个民用的航天发射平台。但是美国方面还不放心，因为中国方面没有公开下面的这些关键信息：第一，它能不能载人；第二，它用的是什么动力系统；第三，高超音速飞行过程当中投射了一个物体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中国的这个型号可以载人，用吸气式的发动机推进，用某种技术解决了高速投射物体的问题，那么混乱就面临着刚立项就落后的尴尬局面，这是美国方面很难接受的。所以美国空军和洛马公司要大肆的宣传中国型号的先进性，这样就能够从国会要出更多的钱来为混乱定更高的价钱。洛马公司总裁已经公开表示，混乱搞出来以后，单价只要10亿美元就行了啊，10亿。如果不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国会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天价武器呢？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